因为我这一胎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对我公婆来讲是金孙哦，长孙。他说长孙以前在台湾是有，就是跟儿子是一样，可以继承一部分遗产的。对，长孙很重要。我想说，哦，原来这么重要啊！当3个月之后，我终于知道是男生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马上回我婆婆家报喜了。我说爸爸妈妈，这个是男生哦。然后紧接着我就问出了我心里的。就是那个欲望，说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可以给我了？怀的是嫡长子的嫡长孙啊！你搞啊！吴姐的题目，到底是要当一个客气的人，还是要当一个有话直说的人呢？我觉得要看情况吧。好像是哎，对，好像也没有一定说什么事情都不敢讲出来。因为如果对方就是有牙齿上面有菜渣，你应该要跟他讲吧。然后会马上讲吗？我就会说，你那牙齿上面有那个菜渣，对，马上告诉他。或者是我会把镜子直接拿给他说，你看一下你的牙齿。哦，这样算是没礼貌吗？不会，这个事情还好啦。比如说，可是比如说有一些像是在小吃店好了，我之前遇过啊，在小吃店，然后比如说我点，对，怎么那么矮？好直接，他有话直说了吗？直接，他有话直说了吗？啊，比如说他那个，我那天要吃蚵仔米刷，然后他送来一个肉羹，可是现场很忙，我就会说，我点的是蚵仔米刷，他说啊，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不能吃吗？我就不好意思说，你那个不能吃，我想吃蚵仔米刷，所以你最后就吃我吃肉羹，你这不对吧？我超级不敢讲的，我连坐 Uber 或是坐计程车。然后里面他，比如说你要去新店，他给你再去内湖，你也就去。我又快到内湖，我就说你好像不错。这么远之后，哎，我真的不敢讲哎。这是俗辣吗？我真的不好意思讲。我觉得连那个空调我都不敢讲哎。比如说，我觉得热到爆，然后我已经一直滴汗，然后你知道有些司机比较养生。就是明明就窗户，大夏天，可是他还在喝他那个保温瓶里面的那个枸杞茶，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说，我的风可以强一点吗？然后可是我就一直这样滴汗，全湿。然后如果我想去开一点点窗户，我都觉得说我会招惹到他，对，没有我会，对不对？客气态度。我会说不好意思，司机大哥，可不可以麻烦您把那个冷气稍微调强一点？就是你还是表达，但是很礼貌啊。可是那个是你自己的司机吧？不是路边的。我也会做 Uber。OK。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熟的情况会这样？如果你跟他很熟，你会叫他调冷气吗？如果你说我搭朋友的车吗？对。我还是会用一个适当的 moment， 我不好意思直接讲，我觉得搞得好像我很麻烦。我会就是可能是聊天聊一半，是我说，等下吃什么？对啊，强一点，冷气好热。藏在里面就对，藏在里面，对。如果不经意的，对，不经意，如果很刻意讲，好像我很麻烦，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客气派，客气派哎。我超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我觉得好尴尬。有时候连搭 Uber， 我说真的，那个我录影不是带自己的衣服来，大包小包的，我每次都拿3包。然后我一上车的时候，有一些他前面可能载过3个人以上，然后他的那个副座是很后面的，我的脚都有点颠起来，我都不敢叫他可不可以往前推一点。你去颠到回家哦？我就颠回去啊，我就一直这样，我觉得很尴尬。你是这种人？我觉得跟他讲很尴尬吧。那你下次就跟他说，可不可以我一袋衣服放在前面？他绝对不敢讲，他绝对不敢讲。可是周围有付钱了吧？对啊，有付钱是任何事，只要是你们。就让你们有点不舒服的，你们一定会讲出来。我一定是像 S 姐这样，不好意思，可以请你把椅子往前一点点吗？很有礼貌的讲，对，是要讲啊，要有一个界限，还是要礼貌。我觉得李欣应该是没礼貌的，直接讲吧。没有，我是觉得真的有的人很奇怪，比如说我老公，我们常去一些餐厅吃饭，然后那个餐厅，比如说一些日料什么套餐，其实分量都很少。对。但往往那种餐厅，你结账的时候，他还会问你说啊，有吃饱吗？可是我们明明就没吃饱啊。我老公就说啊，吃饱了，很饱。我想说，为什么就不直接说，就是还是没有饱这样子？也许他会再多一点东西，这样我老公就不好意思说。我老公觉得这样就直接讲说没有饱，很失礼。那他回家会不会再补一些食物？会啊，我们就约好，有啊，我们就约，明明吃的时候没吃饱，行吧，一会儿再去麦当劳买点什么东西吃。对啊，但是人家问他说，先生有吃饱吗？吃的还好吗？很饱。那你为什么不说我没饱？我就要讲，但我老公就会给我个眼色。
不要乱讲啦。对，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出门，我就会说为什么不直接讲就没饱，明明就没饱嘛。对，是这样。可是我是吃太饱，后来一出店家就吐了。因为我上礼拜就去一个店，它就是鸡汤火锅，然后因为它的店里面空调坏掉，就很热，然后一边吃火锅一边滴汗，所以到后来大家就把料吃完之后，就剩那个老母鸡的鸡汤，老板就过来说，哎，我们家最有名就是这个汤底，哎，是不好喝，不合你们胃口吗？不然你们怎么都没有喝完？他说什么1000只鸡只能炖几锅汤这样。然后后来我就一个人，因为他害怕伤老板心，我就把3锅汤的汤底都喝完。其他人不喝？我就是我家人都说我真的太热，热到我再喝一口就吐了，因为它空调坏掉。但我就说，可是老板都这样跟我们讲，我就自己一个人把那3锅汤都喝完，然后出去就吐了。对，因为太油腻，然后又太热了，所以出去之后我就吐了。就是它那种鸡白浓汤，就是你们会讲吧？我会啊，好喝，可是好热哦。喝不下，或者是我已经饱了这类的。今天菜很好吃，我们你们不会怕伤了老板的心？对，老板打包，我没有说他汤不好喝，是对啊，他空调可以开一下。那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去吃饭，有时候啦，可能遇到老板招待一些东西，可是我已经明明饱到爆，或是我根本不吃羊肉，可是老板有时候招待那种羊肉什么切片，我还是把它吃完，可是我根本不吃羊肉。你又不是宗教信仰有什么关系？不是我不喜欢那个，不敢，我那个味道我会吐哎，可是我不好意思离开那边。还是我们可以掰一下说，哦，可是我现在吃饱了，但是这个我好想吃哦，但我真的下不去，可以带外带吗？哦，这样子都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委屈吗？很累，这样对呀，很伤害身体，还要吃到吐。哎，那你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达到别人的满意？对不起，太直接了啊，才刚开始而已。你心好伤人啊！讲得很对啊，而且有些委屈你干嘛承受啊？这跟生意可是真的会而且有些人他们招待东西，我最以前会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然后吃啊就变这个样子，就一直不好意思啊。不是，你不觉得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吗？而你们的体验感极差。我们希望别人的体验可以很好，是不是？我们是希望现场所有的体验都是好的。可是大家好，你们都在体验委屈。对啊，但有些人搞不好根本不在意，他根本不在意你问他。所以我们的体验感不用你们来付啊。我问你们3位，你们有没有讲过真心话跟别人？还是会。你在什么情况下讲呢？应该除非跟真的很熟的人，对吧？对，跟你老婆会讲什么？就如果今天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吃，我就会直接讲。所以跟他说这东西不好吃，你对外人那么客气，讨厌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最伤害最亲的人，对，你对老气的人好直接。最深爱的人，确实最神。可是不会用很直接尖锐的方式，还是会客气的讲说。不是你这样是很过分呢，就要把这种态度面对那些不熟悉的人呢。对，对不起嘛。不是，那是以前一直以来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个个性。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个性最严重的时候是在我开店的时候。哦，开餐厅的时候，开餐厅的时候，因为刚开店的前几个月，通常生意就是你希望可以把这个周围的，不管上班族也还是住家也好，都能够吸过来嘛。所以你会尽可能对大家都对所有人很好。就曾经遇过有人来买，然后买了蛮多东西的哦，蛮贵的，没有付钱就走了。然后走了当下我就愣了一下，然后现场有熟客在，然后熟客就说啊，去要钱啊。我说啊没关系啊，他第一次来，不然我就请他好了，让他就是吃，再请他这样。是买面包店吗还是什么？不是，我是就是料理啊，真的，你开在哪里？台菜的料理。他买了一堆，吃完了吗？那这样没有，他外带。哦，他是外带，然后对，因为反正就是你是帮他想说他忘了。我当下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好，就算他忘了，那我去追上去，然后问了他，他一定会觉得哦不好意思，他如果很尴尬，我也在那边很尴尬，我就很讨厌那个氛围，所以我就觉得那干脆就请他算了。所以我以前在店里前面就真的很常遇到这种事，还有那种是不会这个人就一直平民去吧？就有类似，就是有好几个客人会开始常常来，然后来了之后他会要求说。我想要加饭，我想要加菜，或者是那个东西很好喝，你可不可以让我喝一点点这样？然后我觉得刚开店都会来者不拒，全部都说好啊，加饭就加饭，加菜就加菜。结果真的久了之后，他们再来，你好像就是你不加不招待都不对，因为你前面就开先例了。对，所以我开店前半年都没赚钱，全都在赔钱。后来有赚吗？后来有，
后来因为开始因为我老婆后来我店里，我老婆是坐那边的，她就挡掉一切，然后帮我处理掉这些东西。不然我以前店里附近还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试吃狂魔。那是一个大妈，然后她就是每天下午，因为我都是下午开始备明天的料或是晚上的料，然后备料的时候就会很香，然后她就常常就在下午一个固定时间就会跑来门口说，好香哦，在煮什么？我可以试吃吗？有些是会有这种朋友，他很敢这样子讲，对，可以吃一口试。然后一开始我会觉得很怪，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我就会让他试吃。结果在我开店的第1年，他吃遍了我店里所有东西。你没有付过半毛钱，他把我店里的下午的某个时段当做是好事多的试吃时间，每天都来，每天吃得很开心。然后分量越来越多吗？分量是不会越来越多哦，但他曾经有一次是他带朋友来了，然后说这家东西蛮好吃，他带朋友来了，然后吃完之后他就看他朋友说，那你今天有要请我吃吗？他是都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就一直有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不太适合开店，对啊。李先生应该很火大吧？这样很不行。如果是你们呢？如果你们开店，然后有一个人他们一直在试吃，他直接讲啊，对。可是也会怕说，到时候因为那种大妈很容易去外面传一些，不然试吃就剪小块给他吃啊。说真的像好事多那样就对了。对啊，就放一个小杯子，你是用一盘给他？我都是用一个汤匙给他，他要试吃就给他一个汤匙，然后一小杯饮料，都是这样一点点。他只要有吃到他就开心了。对，但是因为时间就拉了1年，而且几乎天天来，所以就变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天天来吃，哪里怪怪的？对呀，所以这个算严重吗？你们觉得？我觉得不能算严重，算麻烦。就是心理感受不好。就是我也确实不差那一点点，但你每天这样吃，我就有一种被占便宜的感觉。对，可是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们那边体验很差，所以大伟，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有时候去餐厅，然后可能会不小心泼到或怎么样，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因为江西热汤也可以吗？看多热，如果70度，90度可能就有点，你会叫出来。如果90度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只是6颗水泡而已。因为我今天也可能是那个服务生啊，所以我会觉得很害怕。如果说那个人就强行要我赔偿或者是怎么办，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啊。对啊，比如说我去洗头店洗头的时候，他问我说还有哪里需要加强，我真的都不好意思说。我也一次都没讲过。我其实想进去按的，觉得很舒服，想进去，但是没办法讲就不好意思啊，因为很怕带给他麻烦。他洗头他手很累李欣是任何事你都只讲。当然啊，什么事不能只讲吗？你不要把对方都想成玻璃娃娃，对，他们的人生没有那么脆弱的。对，可是你有没有就是真的直话直说，然后对方真的有吓到？我觉得我可能刚结婚的时候，我公婆有点吓到吧。就是这个很对，很危险。因为刚结婚的时候，就人情世故没有拿捏的那么好，然后因为很年轻嘛，所以对公婆态度也抓不好，就不知道有些话是在娘家是可以直接讲出来，但是在公婆家不行。对，而且我公公婆婆就属于那种很客气的人。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公已经年纪蛮大的了，我婆婆其实算比较着急我老公的，因为他2个弟弟都结婚生小孩了，可我老公立秋了，还没有逢春。对，然后我婆婆都急到去庙里拜求姻缘，终于把我这个姻缘求回来了，对不对？求回家之后，我婆就着急要生小孩嘛，然后就给我明示暗示说早点生个孩子。那我也是众望所归，马上就怀孕了。然后怀孕之后呢，然后我就问我婆婆说，妈妈，那你想要这一胎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然后我婆婆就很直接跟我说想要男生。我想说，因为我婆婆已经。哎呀，不要那么爱，因为我自己比较想要女生，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因为我这一胎如果是男生的话，对我公婆来讲是金孙长孙。他说长孙以前在台湾是有，就是跟儿子是一样，可以继承一部分遗产的。对，长孙很重要。我想说原来这么重要啊！当3个月之后，我终于知道是男生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马上回我婆婆家报喜了。我说爸爸妈妈，这个是男生哦。然后紧接着我就问出了我心里的，就是那个欲望，我说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可以给我了？你直接问，传家宝。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能直接讲出来的。我想说
子的嫡长孙啊！你搞下去啊！对呀，这是大爱呀！我说我这个传家宝难道不应该属于我吗？他应该拿出一个龙的玉佩说，就给你传到你这儿。而且我完全达到了你们的要求跟期盼，是你们高兴了，那是不是要拿出来东西让我高兴高兴，对不对？对，结果一尴尬，婆婆脸绿了吧？不对，脸绿了，就很明显的，就是我想说，每个传家宝也应该有个什么武功秘籍什么的，是不是要给我？我至少想起就是说，那么期盼一个就是金孙长孙，你没有点什么东西给他继承吗？没有。那他有表现出很开心吗？说哎呀是男生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我第二句话紧接着传家宝就出来了，就。傻眼了，开心到一半就收回去。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支支吾吾的说啊，哪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就这样，就马上气氛就荡下来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被我婆婆诟病了很多年。应该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就是要拿传家宝，对，好像非常财迷，迫不及就是急不可耐的想要他们家的什么宝贝。你这个是有点蠢啊。对呀，而且不是，我还讲过更蠢的话，就是我第一次在台北过年的时候，然后我以为会很热闹，结果台北成空了，然后我所有朋友就跑去南部过年了，对，然后我也就想有点参与感，也想去南部过年，然后我就记着我老公跟我讲说，他们老家是云林的呀，我就纳闷，为什么过年我们不能去云林呢？我就去我公公婆婆家了。就问我公公婆婆为什么要在台北过年？为什么你们不去云林呢？就老家不就是云林的吗？然后我公婆就说啊，那就现在就搬到台北住啊。然后我就又没过脑子，就一句话就直说了，那可以再搬回云林住嘛，好山好水，反正你们已经退休了嘛。就是，然后我还说出了非常就是更蠢的话，我说落叶归根。哇塞！诅咒他们，你要把他们轰回去。我现在想到刚刚那个氛围，那个当下氛围，我现在刚刚鸡皮疙瘩起来了，好可怕！全家人都在，然后我老公没有掐你肉吗？没有，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非常 good idea， 你知道吗？非常兴高采烈的跟大家分享，云林好山好水，是不是非常适合退休，搬回去吧？而且就算没有房子，你知道台北房子卖一卖回去，哇，也是就是买更大的房子多好啊！然后我就讲着自己讲的兴高采烈的，我就发现全家没有一个人附和我。哇！氛围不对了，然后就好像越来越安静了，然后尴尬。然后我老公这种所谓的灵魂伴侣，对，完全没有要救我，安静吗？他安静，然后就看着你怎么就是硬着地。因为婆婆一定在房间里想说，李希又一定想我死，又想要拿传家宝，又想要这种落叶归根，他一定每天在找我。对，所以我一开始他一定这么想。有一点点太过于直白跟白目了，我觉得，所以我现在对我婆婆不一样，100%没有一句实话。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也有跟公婆有，因为我也是从一开始我都是直接真心真意的。前5年吧，应该有5年的时间，磨合期大概5年的时间是这好几次，只差没有打新手。最凶的一次我在这边讲过，我就真的进去说，因为我就听到我婆婆在骂我老公说，你不要变妻奴了，每天这样载来载去，载他的，因为他从桃园载我到台北上班，我要去哪他都载我这样子。然后你快变妻奴，然后我冲进去说，我还没有说你儿子是妈宝，就我们会，就是我不敢，我就是以前就比较直，然后不高兴，你那时候坐在地上，那时候真的脾气比较不好，我现在改很多了。就比如说坐在地上打电脑啊或干嘛，然后一个不开心或者是他没有敲门直接进来的一些状况什么的，我就会生气，然后就盖那个电脑盖很大力。你说滚出去！有好几次我都想要把东西
就是你那个生气的气氛，他会感觉到吧？很明显吧？我觉得那个磁场其实是感受得到的，就算那你用力这样啪，这样对，我觉得是都感受得到。后来真的几次转念跟练习之后，现在真的是可以去做对面，但是只是心里面还是比较直话直说。我突然觉得我好很多了，而且摔电脑很严重哎，而且你觉得很孝顺的比起来，可是非常，我觉得直话直说有很多好处。其实我们在指的时候，对方虽然表面上好像没有办法拉下脸，可是我可以感受到我婆婆后面有一连串的这个2.0版、3.0版，我们都升级了。然后现在已经可以真的，比如说他想要喝什么样的咖啡，他会直接跟我讲，然后不用猜来猜去说，妈妈到底要喝冰的还是热的还是什么？他以前不讲哦。他以前比如说他希望我去晒衣服，他会说，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很大，很适合晒衣服。怎么 get 得到？对啊，那我想要让妈妈，我们出去走走吧。对，我就会变到其他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在他的 tempo 上。然后我走去跟我老公讲，奇怪，为什么我刚刚那样回他，他好像没有反应很好。他说，我妈是要叫你去晒衣服。然后我就，可是那时候真的抓不到。所以等到现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没有话就直说了，对，就说垃圾该到喽，然后怎么样衣服该晒喽，对。那你可不可以说我懒得去？我就说会，之前我不敢，我曾经有一次我练习，因为他希望我们晚上就把碗洗起来，可是我有时候忙到11、12点，我还要卸妆，想到我后面还有一连串要洗头，我就觉得好烦哦。然后他就，但是我又知道他习惯把碗洗起来，那你老公为什么不洗啊？我老公有去做别的事情，那时候他工作又比较晚。然后那时候我就又不想用，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婆婆好像已经可以讲了。我婆婆就说：“你碗把它洗起来。”我说：“然后我明天再洗，我今天真的太累了。”那一天之后，我进去房间背脊冒冷汗，因为第一次跟他很直冒冷汗，但是没有情绪，只是压在里面。然后后来我婆婆就说没关系，那你先去休息，那我先洗起来。我突然好温暖哦，所以以后都是他洗吗？没有，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不要洗了，因为我温暖起来的那种心情，我想去洗碗了，有充满力量了，就是爱的力量，一个刚刚很累的那种疲惫感，然后突然间他说好，那你先去休息，我被感动了。然后说直话，所以我就觉得直话直说，他也会晋级。对，所以不是说好像说他都是会是负面，只是猜来猜去啊，需要5年6年的时间。对啊，因为我知道许兰芳真的是有话直说对，我讲话都很直接。前阵子家里在装潢，那装潢完的时候，后来就发现我的马桶下面它那个钉子地方有裂痕，然后就把它反正就把它拆掉。那个我就跟建商说，朋友就跟建商讲说，那个他的马桶有裂痕，那建商是说，你们不是有请验屋公司吗？那反正建商的意思就是说都验完屋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赔偿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其实朋友就说不然算了，我说没有在算的啊，我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直接跟我就帮他打去跟建设公司说，我说不好意思，那个马桶的那个裂痕有裂痕，那请问一下现在要怎么办？然后他一样说因为验屋公司已经验完了什么什么的，我就说可是那个裂痕会不会有可能是你们钉子刚钉的时候验屋还没有验出来，然后后来才跑出来？他就说没有哦，马桶的裂痕你当下就会发现了。我说那你们工人既然当下就发现了，为什么没有把马桶换掉？他就说没有哦，你们都验完屋了。然后他反正一直推到后来，我就有点不高兴。我跟他说，我跟你说，马桶我可以自己买，但是你这样的态度会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建商。你这样要我们怎么安全的住在这里？结果后来他有过来帮你怎么样修吗？还是他后来没有，他后来还叫我去问验屋公司，我还真的去问，因为我就想要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哪里有出了什么问题。这很难产呢。不是，可是我觉得不能没有责任感。对，后来等是验屋公司，他们验的是那种结构啊，马桶有没有坏掉，他不会去看你的马桶上面的什么裂痕还是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其实还是建商。后来我还是把那个验屋的结果跟他讲，我说我都问了，而且他还跟我说，你不知道马桶用硬币敲一敲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有裂过，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我就跟他说，你的方法我都讲了，我都问了，然后验屋我也问了，他验的是什么问题，不会验到马桶。那因为我不缺你这个马桶，但是我知道你这个建商是不可以信任的，所以你把你的感受全部说出来之后，但是马桶还是有裂痕，他没有改善，马桶后来拆掉了。
他没有改，你们自己花钱吗？对，我就换马桶。但是至少你讲出你不爽的地对，方。但是我的情绪是很平稳的，讲出那些话。对，就是我没有重骂他，点直话要平稳，对，不然就是你不能骂他。像我之前也是。就是也是去直播，然后吃东西，然后说哦有什么 set 什么 set 1980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就我吃得很开心嘛。回去的时候跟朋友吃饭，我就说那个唯一，我跟你讲，我上次去那个火锅吃，好好吃哦，有什么什么，而且你很喜欢吃，我觉得你带你女朋友去，你一定会很喜欢。然后他就去了，可是他没有跟我讲。然后等到下一次他又来我家，我再介绍下一家。我上次去有一家冰很好吃，我跟他讲说，我就觉得唯一怎么表情怪怪的，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为什么都没有那种回应这样？然后说没有啊，你知道你上次那间厂商啊，他说我们去吃火锅，你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结果1980，我给你看啊，我就滑手机，然后他就还给我看，我说怎么？他说对啊，是不是跟你讲的不一样？没有干贝，没有少很多东西5个，然后虾子只有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可是我当下的时候，我有确定说，就是这个 set 就是1980这样。我就越想越不对，晚上睡觉我都觉得很像被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种很奇妙的质疑，对，然后我就决定我隔天我要打电话给那个厂商，我就自己没有透过经纪公司，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就直接打到他们店里去。我就说我一个朋友去那里吃，然后我是谁这样，我说我是陈英文布丁姐姐，然后我朋友唯一去你们那里吃东西，为什么不是我们那天直播的那样子的 set？他说有一些是我们招待，我们招待干贝，我们招待龙虾，招待什么什么。我说那你招待就要让我在镜头面前讲招待啊，就谢谢老板你的招待。会误会嘛，客人会等于是你变成你骗客人。对，我说大家都以为是这样，连我自己身临其境，我都觉得1980就有这些东西。然后我经纪人就骂我说：“你为什么要自己去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嘛？”他说：“他们到你的网络上面就写啊，就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就开始有无名，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都写别的。他这一看就知道他们的人来攻击你，用别种方式来刁你，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应该不太像，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换我经纪人还打电话去跟他道歉。我说你为什么要道歉？你为什么要道歉？我马上再打电话过去说我们没有要道歉。你又打电话，你跟许文芳是同一种人嘛？其实也蛮烦的。对，然后可是我是好难产，只有唯一一个人讲，因为我就回想我当初到底跟了哪些人讲，哪些人有去，我在后面的时间我都。问的，比如说我问的，你有去吃那间？有啊，我有去。那你吃到几个龙虾，几个什么？我就是会很在意，做市场调查，自己的名誉很重要。因为像之前也是厂商，然后就会跟我讲说他们的产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厂商那边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那个时候，那时候长官就说，我就跟长官讲了一下，说我的顾虑是什么。我说我自己有我的坚持，我可能，然后那个长官讲了一句话，就说这个吃了又不会死。这不行对，他说这个吃了不会死，他的意思就是可能这个吃了人家又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你就是讲了让人家，我就说我做不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那个长官就不爽我就跟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后来我直接跟那个厂商讲说，对我就后来直接去跟厂商讲，我说你们那个东西啊，你如果这样号称的话，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证据？因为我就是查不到这个东西。当然了。那后来就是。反正他那个好像那时候谈了有上百万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因为这样就没有成，然后所以那个长官非常不爽。但是你发现他们的产品其实是不安全的，不是不安全，是没有像他们讲的那样那么有效。对，他们讲说他们的什么菌怎么样，我就跟他说，那这样子理论上研究里面一定会有他的身份证或什么，我就去那边找，他们就说这个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的理由，我说那就是没有，那你就不能说有。我觉得名誉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也会这样的吗？我也会，而且我觉得厂商如果对我误会，会说清楚。我很害怕是朋友之间的误会，我一定要立刻马上现在就讲清楚那一种。因为之前有发生，就我们那个 Peggy 也有在节目说嘛，她说她被人家误会说就是她有去抽成这件事情。然后其实那个事情呢，就是在一个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张琳我阿芳什么大家都在，然后我们就在聊到这件事情，就是阿芳就说，你们知道有人说 Peggy 抽成吗？然后我还跟张琳说，谁啊？怎么会有人这么说这样子？然后就害我们就在讲说，一定不会是 Peggy 有抽成什么什么。然后张琳就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说，因为我们跟他们不同团，我们也不同时间去。他说，你觉得会不会有人误会我们这是我们讲的？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我现在就打电话给 Peggy 问。然后之后我就说，Peggy，我就说。
就是这件事情，然后是谁说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他就说，不好说，然后我说，不会是有人认为是我说的吧？然后他还说，就是有 A 跟 B 还是都觉得是我说的，是你本人说的吗 ？Peggy 跟我说，他说不知道是 A 跟 B 说，还是 A 跟 B 觉得，反正他就说有人觉得是我说的，然后传到他那里这样子。怎么会怀疑你呢？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怀疑我呢？我明明就是打电话来安慰他，还想问他是谁，怎么会是我？然后就后来我就说，但我连谁跟他讲的都没有问，我就觉得没关系。但我要告诉你。第一个我没有说，第二个是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收了多少钱，我怎么会说这种话？然后现在打电话来说，就是你需要我帮你跟大家或者所有人说你没有抽成，或者是说我没有说这件事情，然后以证你的清白，因为我觉得你才是最重要的。那带很多人出去，那个埃及不是美国，很辛苦然后还要怀疑他抽成，所以我觉得我在意的是他的心情，所以我们俩讲清楚，然后就 OK 了。然后这件事一定就是当下我就立马，然后一定要讲这样子。所以你觉得会是班底讲的吗？我觉得，因为去埃及的全都是班底啊，他们还有其他人哦，他们还有其他的朋友什么之类的，所以也不一定是班底讲的。但我觉得不重要对啊，因为所以你跟 Peggy 现在是闹没有，我们俩就很好啊。对啊，有吗？有啊，你没发现你们很少一起录吗？我们上才一起录，我们俩很好。那这件事情落幕了没有？我其实搞不清楚。当然落幕啦，落幕很久了。那有抓到就是造谣者吗？我没有问没有人去，但是绝对不是班底就对了。他们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如果是的话，我应该身为一个受害者，说是我说的受害者，我应该会有耳闻。但我也没有去问，因为说真的，我们大家都各有各的事忙，我觉得干嘛要去 care 别人怎么想怎么说，这根本很不重要。所以你有话一定要把它就是澄清。对啊，立刻因为我就想到 Peggy 很难过或是怎样的，然后会有人这么想，那什么班底大家都这么好，然后有真的那种很奇怪的想法，我是受不了。这个世界上就是需要这种仗义直言的人啊。对啊。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状况，我到现在都摸不准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就比如说你的好朋友、好闺蜜，然后新交了一个男朋友，他们家都喜欢带给你看嘛。你觉得怎么样？那你就明知你就看这个男就有问题呀。那这个时候你说还是不说呢？要说。你要敷衍他说啊挺好，你们好般配啊什么的，还是说他不行？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然后有一个那个老同学，她就新交了个男朋友，然后我们都没有见过，那次他带来是我们第一次见啊。然后刚开始看，还不错，斯斯文文的，看起来也彬彬有礼。但是吃着，然后我们有喝点小酒，然后喝着，你就发现这个男生讲话越来越大声了。然后随着讲话越大声之后，他就开始我们在餐厅吃饭啊，明明就有服务生，他好爱指使我朋友啊。他就说，那个谁，你去帮我们拿2瓶啤酒来。然后我那个女生就变很小女生，好，马上去帮他服务啊。然后拿几瓶啤酒来，然后拿过来之后，他说，酒起子呢？你不拿酒起子，我怎么开呢？就这样子这么看，对，就很他的展现他男性的威信的方式，就是支持我朋友，然后朋友就很小女生好，就是服务他这样子，然后我们女生一看就觉得不行啊，这怎么？然后吃完饭之后，因为他要喝酒，他就把那个车钥匙往桌上一丢。那你去把车开过来。不会吧？丢钥匙。把我朋友当趴车小弟，然后朋友说好，然后我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把他拉到一边去，我就找了个什么货来。我说这种男人怎么能交往？丢个屁呀！对，这酒品很差嘛。他说没有啦，他其实平时在家里不这样子，他今天就是喝了一点酒。我说喝酒怎么了？喝酒杀人不犯法吗？是不是？那一看就不行啊。都好像台词哦，杀人不犯法吗？对呀，怎么行？情绪起伏很大。会不会我就看到这种，我会忍不住讲，但是我讲完之后，我又会后悔，因为他们俩还是很相爱。因为搞不好他回去就是对，然后他回去给他男朋友2巴掌，我就会又会后悔。我说我去掺和人家这些事儿干嘛呀？人家2个人好像就
因为我朋友也很吃那一套，也很心甘情愿的。可是有的时候你就忍不住啊。那你们这种情况，你们都不会讲吗？我觉得我有一个状况是，讲出来会引起大家的愤怒。什么？我有一个好姐妹，然后她交一个男朋友，爱得要死要活，甚至论及婚嫁。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发现这个男生他喝醉之后会毛手毛脚，然后那一次的状况是我的好姐妹已经喝多了，已经睡在沙发上，但那个男的从头到尾都一直对我毛手毛脚，而且毛手毛脚到他已经是借机这样讲话，然后放到你的大腿内侧去，大腿内侧，我怎么躲？就是我已经，因为他可能喝开了，然后我怎么躲都躲不到他，躲到后来我跑去包厢的厕所躲起来滑手机，因为我就是已经害怕。但隔天后来我姐妹就说，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差不多认定他，其实才半年，但他已经认定他。他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要不要讲，因为我觉得讲了会不会我们连朋友都当不成？第一，她觉得她男朋友怎么会对我有意思？第二是她心目中想要结婚的对象，可是却被我说成是一个色魔。然后后来这件事，对，我就一直隐忍到他们后来结婚了，我都没有讲。可是这个要怎么讲？可是他要讲啊，那他们婚姻现在还是很幸福吗？不幸福，就是后来就是这男的就是有一些劈腿状况之类，然后姐妹的小孩还小，但是还没有生小孩啦，没有离婚，就是他有问我离婚的意见，但我没有到客气到是说我觉得不用离婚，我有跟他说，就是我尊重你，只要让你开心的事情你就去做。那我觉得离婚可能你会开心一点，因为你现在就是在折磨嘛。但我还是很客气的讲，可是我还是自始至终没有讲出这件事。天哪！他不是那如果知道了，他应该不知道，因为就是我不觉得他会联想。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选择不讲吗？可是要怎么讲？就直接讲事实啊。可是他很容易公亲变世子。对啊，不是，而且如果他不觉得不讲，如果他不觉得她老公是这种人，然后他觉得大文不讲，我有理解，因为他朋友一定很说你自作多情。对啊，他如果觉得我是王姐烧甜甜，可能是他觉得男生可能喝醉就是会动作不大。可这种事就讲吧。那你会讲吗？你呢？你也不会讲。如果是遇到这种你说跟男女之间的话，我会讲，可是我会用迂回的方式让我朋友知道。就说我朋友这件事我没办怎样法完全没看到。所以这种事我会说了，所以大文你不会讲，因为我曾经辨识主过，后来我朋友直接跟我绝交。哎呀，怎么了？不是，就是我朋友被小三，对，然后后来结果他们和好了之后，我朋友就取消我的关注，他再也没有跟我讲过话，所以后来我就在心里面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就会一直念说不要公亲辨世主，不要公亲辨世主。就是说说话太直绝交，你们应该更有这种机会吧？就绝交就绝交啊！有的时候关系很好的朋友，你往往讲话不加什么修饰，而且你还喜欢怼一下对方。没错，对。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心里已经很脆弱了，但你怼的过程中，你以为开玩笑，但他已经很受伤了。就比如说我之前一个好久没有见的朋友，我们约下午茶，他一来哇，我吓一跳哎。怎么了？他整个人就是脸上全部不知道是过敏啊，还是什么内分泌失调，还是怎么样，反正所有的皮肤状况集中在他脸上了。他脸上好像是一个皮肤病的百科全书。什么？培养皿对不对？这颗叫痤疮，这颗叫粉刺。天哪！我就吓了一跳。后来我就带我朋友去了一家我常去的 SPA 馆，然后芳疗师呢就帮他用了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一个叫 SOS 的修护霜，然后我朋友整个脸马上得到了舒缓跟镇定，然后比之前的状况真的好了不知道太多了。然后我就成功的挽救了我的友情，岌岌可危的友情，对，然后他也原谅了我。那我今天呢就把这款很好用的 SOS 修护霜分享给大家。好就是这罐 SOS 修护霜，它其实是 SPA 品牌推出的。SPA 品牌啊？对，它 SPA 馆其实很多婆妈都知道，因为他们经营也是几十年了。对。它其实我们每个女生桌子上都有一个修护霜，但是我觉得我一拿到它，我真的一试成主顾，因为它的质地首先就很吸引我，大家可以试在手上看一看，它是非常的那个水凝霜状的这种，很水润，而且推匀之后吸收也很快，真的耶，还蛮好用的。然后你会觉得哇。
这块擦过的皮肤完全好像喝饱了水一样，滋润度是看得到的。是，而且它不会有那个屑，不会，换季擦一些修复方式会痒痒的。对，因为我之前我可能不知道最近换季怎么样，我的那个鼻翼两边很干，对不对？就很干，起屑脱皮。然后你明明已经晚上就一层一层的那个保养品擦了哟，就快把这个擦平了，但是屑一样会有。对，然后为什么没有干？就发现好像不适合的保养品，你擦上去之后皮肤没有吃进去。对，然后我就用它厚敷在这边，一宿，第二天起屑状况就改善了。这么厉害，就这么厉害。它里面有法国的专利成分，可以帮我们改善肌肤的不适哦。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欧钱湖的萃取物，欧钱湖是长在那个阿尔卑斯山上。然后在欧洲的医药史上，其实很早就有使用了。它就是会给你皮肤一个立即修护。我忍不住，你们3个是只敢在这段发出声音吗？这段比较好插入我们的一些反应。今天都是他们4个在讲故事，你们3个讲的结束。太客气了啦！给他努力，给他努力。我们就是有话点时间嘛，没有时间就完了 ending 了。这个欧钱湖的成分，它就会帮我们皮肤形成一个那个保护膜，因为现在空污啊、紫外线啊对皮肤伤害很严重，它就会让皮肤形成一个保护层，帮你抵御外界的那个伤害。现在不敢发出声音。你刚刚讲，我们刚刚挡住了，知道吗？真的很俗赖，不敢发言了。而且它里面还有个 B5 我不用说了吧，修护力1级棒。对，所以它在我皮肤，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那种过敏啊、泛红啊，或者是晒后的那种。你皮肤如果有一个任何状况的话，对，然后你手边有它，就马上擦上去之后，它的那个镇定肌肤的效果你是看得到的。就你上午擦，下午你就感觉好像好多了，就不会有什么红就退了吗？痒痒的，然后红也会退啊，而且它里面有益生菌跟益生元，它会让我们皮肤形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基底。你现在不会是素颜吧？你答对了，我现在是素颜。我常去他们家做脸，好不好？因为他刚才在卸妆，想说哇卸好了，这皮肤状态也太好了。然后我现在没有擦任何东西，卸干净之后，我现在测一测我肌肤现在目前的保水度是什么啊？对啊，他皮肤也太好了吧？我就说他不化妆比较漂亮。目前的保水度多少？33也很高了。还不错了，偏低了啦，不是我最理想的状态中。对，然后我现在上脸给大家看，其实没有什么使用技巧，你就在早晚化妆水之后这样子随便涂，然后这样随便，对，很随便涂，直接这样涂上去，直接涂啊，不然嘞，直接涂。但是我一般在晚上的时候，我喜欢稍微厚一点涂，因为我本身我是干肌，然后我就喜欢让我的那个在晚上的时候让肌肤吃饱水，在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帮你肌肤这个水塔注满水，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你会觉得哇，光鲜亮丽的，整个皮肤就啵啵的那种感觉，你今天一天心情也很好。然后我现在涂完了之后，我再测一测它的那个保水度。来了，47，我怎么差这么多本来是33，而且瞬间呢，而且我测之前还讲很多话对啊，而且我刚刚只是这样子，而且差一点点而已，差一点点。而且我跟你讲，我上个月去泰国，我就只带了它去，因为我想泰国的气候太不稳定了，对我们来讲。而且我第2天的行程就是带我儿子去水上乐园，那天是阴天，我擦了防晒，但是我一天下来，我们家3会儿回饭店洗完澡之后，就像煮熟的虾子一样，还是晒伤了，红掉了，整个人都红掉了，包括头皮啊、脸啊，整个红掉。我想说完蛋了，第2天都出状况。然后我本来想去买芦荟胶霜，然后来不及，我就马上涂上了它。然后我们一家3口都涂了，我跟我儿子也涂了。我想说赶快急救一下。我涂了之后，第2天红退了。啊，这么厉害！而且我上次去水上乐园，后来回来之后整个脸脱皮，就揭了一层皮下来，好像蛇皮一样。我这次回来，你看我卸妆完全没事。我在泰国上个周晒了1星期回来，完全
还这么白耶！对，我就觉得它给我皮肤形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基底，而且它里面我们之前提到那个阿尔卑斯山的王草欧前期，它其实可以让你的肤色均匀肤色的功能，所以你整个脸就因为很多人就会有点肤色不均，对，但是你使用过程中哇。完全都没有，而且现在他们做活动啊，你买一罐 SOS 修护霜，它 SPA 馆送你一个30分钟的做脸课程，哇，急救修护课程。他们的芳疗师很厉害，手法很厉害，他会用那种冷的那种导入仪啊，然后帮你这样导入，用这个导入完之后，然后帮你敷面膜，然后整个30分钟之后你再出来，哇，容光焕发。哇，厉害，很厉害！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产品，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可以喜欢。对面的朋友，哎呦，节目，哎，我讲到话，因为节目的最后你还在讲这个别人要介绍的东西，讲错节目的最后你们还觉得 OK 吧？对啊，我觉得使用感受很棒，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不是说你们自己的人设故事，你们自己的故事，你们今天都没讲到什么话哎。对啊，太客气了啦。你们是不好意思插话是不是？就是会觉得好像会影响到他们的节奏，而且看他们每个人都很踊跃分享，就想说让他们先分享。他们好像里长，你知道吗？好会讲。对啊。哎呦。所以你们就没讲故事，然后还拿钱呢。不然我们可以补录，我们3个单纯，不然我们他们3个是很想讲的，但是不好意思打断别人，出不来。而且没 cue 你们就不讲。对，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他们好像是气氛组的，他们其实有在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做一些你看他右边讲的故事还嘲笑别人，有够直接的你们。真的哎。拜托你们过得快活一点好不好？需要。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铃铃铃。